正规部队嘛，我有个3营。那你的2营呢？带剑1营呢？带剑。那这么说，你就这么一个营啊？大司令直接破防了，手下堂堂军分区司令员竟然只有1个营的部队。然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你这3营有几个连？我计划是建3个连，但是现在有个3连。我知道了，你这1连和2连也是在建，对吧？好家伙，连大司令都被逼出抢答技能了。陈大雷啊，陈大雷，表面是个司令员，搞了半天就是个高配版连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明明6个军分区里就属6分区最弱，为什么大司令偏要选中他去执行最要命的任务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普通话不咋标准的阿莎，今天咱们就来深扒一下大司令这番布局背后的高明之处。正因为刚复建，人员少，装备差，打烂了。我们重新建了。政委这话说的挺官方，但这话的深层意思就是用最少的成本搏最大的局面。那时候小鬼子在太平洋战场上挨揍，老美怕他们从咱们这儿抽兵支援，就逼着老蒋必须跟新四军联手在华东战场搞波大的。而国军55师就是这时候找上门来谈合作的。但大司令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哪是合作，分明是道送命题呀！因为皖南事变的教训太惨痛了，谁敢保证这次不是又一个圈套？可军令如山啊，不干也得干，那选谁是个问题啊。综合个人能力，各军分区毗邻战场的远近，脑子灵活不按套路出牌的6分区司令陈大雷倒是成了最佳人选。为啥？就3个字，性价比。可大司令万万没想到，陈大雷的底牌比他想的还离谱，名义上是1个营，实际上就1个连。至于为啥要这么虚张声势，人家是这么说的，这样叫着好听啊。好听？你看我对外我叫3营，让别人不知道的以为我还有个1营2营。要不你这3营哪来的？我就把3营搁这儿，别人就看了说的，哎呀，这个6分区还有1个团的兵力啊。听着是挺逗，但仔细一品，这哪是吹牛，这是生存智慧。在敌后战场，虚报夸大实力就是保命符。这番神解释把大司令都逗乐了。更绝的是，陈大雷竟还当着大司令面开始画大饼。我临来之前，我已经把2连也拉起个架子，下个月我就能把1连变出来。司令员呐，我现在只要有枪啊，我就有部队呀。你给我多少支枪，我就建多少部队，而且我保证建起来就能打。这就是陈大雷的过人之处，看似是在吹牛，实则是他的带兵妙招。先用番号把编制占坑，再用这个目标倒逼自己发展。而说到这儿，他话锋一转，开始哭穷要装备，但大司令怎能看不透？小黄庄战役后，老刘就告过状，说陈大雷打扫战场比扫地还干净，这不就是变着法儿的扩军吗？冤枉呢，太冤枉了！我给老刘装备了，老刘不要啊。我看未必。这个刚才我给你1根烟抽，你呢就把我整盒烟都装到自个儿兜里了，对不对？眼看着装不下去了，被戳穿后，陈大雷又厚着脸皮要20条枪，可却被大司令给拒绝了。于是他愣是跟在大司令屁股后面念叨，念得领导头皮发麻。没辙，大司令只好亮出底牌，带他走进一个堆满军火的院子。现在我宣布，军区加强给6分区5挺机关枪、4门钢炮，外加10箱手榴弹、20箱子弹。陈大雷，这院子里所有的枪炮弹药都是你的了。看到这场面，陈大雷眼睛都直了，活像是连加3天班的小编。突然发现观众老爷都点赞了，视频爆火时的那种激动。这些宝贝呀，8年了，想死我了。这下好了，我连炮都有了，我能拿下回音城。虽然此时的陈大雷很兴奋，可当他听说这些装备是国军送的，还要跟55师合作打淮阴，脸瞬间就垮了。在他心里，跟国军合作比吃苍蝇还难受。窝囊，只要我自己打鬼子，这好打；跟国民党军一块打不好打。你闹不好，最后谁打谁都分不清了。司令员，我从来没领过这么窝囊的任务。陈大雷此刻内心十分挣扎，让我真刀真枪跟鬼子干，我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可跟国民党合作，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背后捅刀子啊？然而尽管100个不情愿，但在大司令的耐心开导下，为了大局，他还是接下了这个窝囊任务。干了！我豁出去了，这么窝囊的任务交给我最合适了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就是陈大雷的成长及魅力，从抗拒到担当，再到用幽默化解压力，这才是真本事。而如今装备到位了，陈大雷也总算能甩掉光杆司令的帽子了。但接下来还有2件事得抓紧做了。第一件就是抓紧练兵，部队里新兵多，军事素质差，那么就需要像顺溜这样的神枪手来传授射击经验了。哎，同志啊，你为什么枪打的是这么准？为什么枪枪都弹无虚发？3营长表面上夸顺溜枪法准，实则是抛砖引玉，就等着顺溜接话，分享一些射击经验。可木讷的顺溜哪会这些啊？在狙击手方面他是天才，可在心智和社交上却是赤子。所幸啊，文书翰林倒是把他的射击经验都总结出来了，还有模有样的给战士们上课呢。翰林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一点都对。
我真是信了你的邪啊！枪都不会拿，想起射击来一套一套的。好家伙，翰林这个文书看来还是有说法的啊。而陈大雷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国军55师商议联合作战计划。可当讨论谁去国军那边谈判时，他又整幺蛾子了，竟非要单刀赴会。你怎么自己去就行呢？6分区陈大雷陈司令是不是哪个不晓得？去门没得派头啊！陈大雷想单独行动，表面上看十分冒险，可实际这是他高明的算计，因为带的人越多，暴露的底细就越多。一个人去反而让那些国军摸不着头脑，这就是最好的烟雾弹。可最后在3营长的坚持下，无奈陈大雷还是答应带上神枪手顺溜。那么这场实力悬殊的合作将如何展开呢？各位首长，枪一定要卸下，这司令部的规矩。扯淡，生不卸甲，死不交枪，这是当兵的规矩。这位兄弟，马一定要留在外面。扯淡，这是制服，比吃兔还厉害呢。这绝对是我的兄弟叫顺溜里最硬核的一个片段，一上来就正面硬刚，有啥样的司令就有啥样的兵。面对国军司令部立下的规矩，这两人直接用最硬核的方式怼了回去，这哪还是交不交枪、拴不拴马的小事儿啊？这分明就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。今天咱们就来讲讲一场联合作战会议里暗藏的顶级心理博弈。精神点，少说话，你要处处体现新四军的尊严。知道。这话表面是叮嘱，背后却藏着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微妙真相。大家面上是友军，底下却在互相提防。当6分区司令陈大雷带着顺溜踏入国军55师师部大门的那一刻，一场尊严的较量就已提前打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陈大雷为什么宁可撕破脸也坚决不交枪？答案就一句话，这不是挑事儿，这是在立规矩。他用行动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，新四军是来平等合作的，不是来低头认管的。生不卸甲，死不交枪，这8个字就是军人永不卸下的尊严，也是乱世之中最硬的底气。而顺溜的反应就更绝了，面对国军拴马的要求，他几乎想都没想就喊：扯淡，这是制服，比吃兔还厉害呢。好家伙，这位国军大头兵今天出门也算是没看黄历呀，连着被怼了2次，可谁叫他没眼力劲儿呢？而顺溜这种有样学样的硬气，恰恰体现了他直率单纯的性格特点。他不懂啥政治博弈，但他认陈大雷这个理儿就毫不犹豫跟到底。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不，真正的心理博弈，真正的过招现在才开始呢。一进会议室，李欢第一招就来了，带着手下向老蒋画像敬礼。这哪是礼节啊，这就是个政治试探。可陈大雷又岂是等闲之辈？仅一个机智摸帽檐的动作就轻松化解了这场试探，意思很明白，你们的领袖关我啥事儿？哎，我就不敬，你能咋的？哎呦，这画的真好！哎，你看他那个精神气，那股气都要冒出来了。你看，这话明着是夸画像呢，但实则是用4两拨千斤的劲儿守住了新四军的独立性。而李欢的第一轮试探就此完败，于是他立马换招，准备在作战计划上从气场上压垮陈大雷。当李欢的参谋长在地图前指点江山时，陈大雷却早就听出来了，这方案全是纸上谈兵啊！可他愣是没打断，等对方全部说完才上台，这充分体现出了陈大雷沉稳老练的指挥官特质。不过这儿还有个关键细节，当时陈大雷手底下就一个连100多号人，而李欢的55师却是近万人的整编师，装备精良，实力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，陈大雷还敢当面指出对方方案的漏洞，这份胆气来自他对战场的精准判断和实打实的作战经验。这贵军这个作战预案好得很，好就好在他像是在做梦。怎么说呢？梦里跑出了千万里，醒来仍然在床上。这话一出，像颗雷炸进了会场，李欢脑子当时就嗡嗡的，这波打脸简直绝了！爽到的朋友直接点赞，但更狠的还是陈大雷后面的分析，简直句句见血啊！战斗一旦打响，日军可能投入的兵力能达到4000人左右。理由是这4000人都住在这个战区的500里这个距离之内，这个骑兵和装甲2天内就能抵达，要步兵的话得5天之内也能抵达。陈大雷对日军兵力部署机动速度了如指掌，每个判断都来自实战，这份专业直接把李欢从自信满满说到面色凝重，最后只剩下不得不服。而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部队，想按国军参谋长的方案5天歼灭松井联队，拿下淮阴县城，那简直是做梦啊！因为日军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们的装备甚至不次于美式装备的55师，机动速度就更快了。所以这个歼灭只是我们想象的战果，因此我认为把战役确定为重创就足够了。陈大雷实事求是的分析，与国军好高骛远的计划形成鲜明对比。他敢推翻原案，提出重创而非歼灭的战役目标，这才是真务实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陈大雷能一眼看穿国军方案的漏洞呢？说白了，这反映了两党军队在抗战理念上的根本差异。共军长期敌后作战，摸透了日军底细，而国军有时更重形势，实战经验不足。参谋长，重新做一套战备预案。是。
其实，在原著里啊，李欢这会儿是动了杀心的。为啥？战场上一个漏洞百出的作战计划，那简直就是自杀行为啊！更何况他本想用自己优秀的参谋长跟作战计划让陈大雷难堪，结果反被陈大雷上了一课，这下面子丢大了，所以他当然想动手了。好在啊，陈大雷主动递了个台阶，站出来求情，他才顺坡下驴，熄了火。而他让参谋长重做方案，本质上是对陈大雷专业能力的认可，也是向实力和真理低头。不过他虽然服了陈大雷这个人，可对6分区的实力肯定还想再试。哎，有没有那个肚包鸡啊？炖什么鸡？猪肚子炖老母鸡。有，半个小时之内给你送上来。就算兄弟你要龙肝凤胆，我也一定给你拿着。好家伙，堂堂国军师长竟秒变小迷弟，6分区司令陈大雷要啥他给啥。可这还不算完，陈大雷居然还得寸进尺了。这个我还要这个老刀烟。哎，你最好有铁罐的。哎，你没有铁罐的，你给我骆驼牌的也成。老刀骆驼，只要你说得上来的牌子，全都给你备着。还是国军阔呀，连香烟都要挑牌子，这场面哪是谈合作啊，分明就是在试探底线。不过啊，这顿饭局虽表面热络，可底下却是刀光剑影。只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想明白，李欢说肚包鸡只要半小时内就能做好，这科学吗？我要给你报告一声，我外面还有个弟兄。哦，那个勤务兵吧，放心，早安排了。菜刚上桌，陈大雷第一件事就是惦记着门外站岗的顺溜，就这么一个举动，把新四军官兵平等的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那个当官的都是大爷的年代，这份战友情真的太难得了。陈司令，兄弟我斗胆问一句，你们第6分区有多少人马？几杯酒下肚，李欢终于憋不住了。这个问题听着随意，其实是在打探虚实。作为带兵多年的老将，他可太清楚谁人多谁就有话语权这个道理了。可你猜陈大雷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这手下才有5个团，每个团那2800来人。我的天啊，明明就一个连100多号人，愣是说成了上万人，都快赶上一个师了。可这还不算完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我游击队多，但是游击队多我都说不清啊。你看，从1纵到15纵，这个刨去这个空间值，大概8、9个纵队吧。陈大雷这牛吹的，我直接给满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实力不够，气势来凑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李欢会相信这话吗？从表情里不难看出，他也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。但不管咋样，这也达到了陈大雷不让对方搞清楚自己真正实力的目的，用最低的成本制造最大的心理威慑，用信息迷雾抬高了身价，也赢得了尊重和话语权。可惜呀，以你这身本事，要是在我们国军，我敢保证，你最少也是个中将啊。不是中将呢？好，先搁那儿吧，我不是着急。李欢这话听着是在夸人，其实是在挖墙脚。不过咱们陈司令立场坚定，压根儿就不吃这一套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顺溜还在饿着肚子站岗呢。他或许不懂高层的博弈，可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新四军的钢铁纪律。就算饭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，但他也纹丝不动。报告师长，那位新四兄弟还在站岗，不敢吃饭。陈司令，你带的兵就是训练有素，我想他是在等吃饭的那个。没错，你就传令，让他放开肚皮吃。是。顺溜真是好样的啊！脑子里始终牢记着陈大雷的叮嘱，维护好了新四军的尊严，这难道不值得你点个赞吗？兄弟，你们陈司令命令开饭。好不容易等到开饭命令了，顺溜立马就开始了疯狂炫饭。但这时候，一个国军小兵却凑过来搭话：“好枪，你都没见过。好枪，好像还有那部包子，是个烂枪吧？你懂个屁啊！”这个国军小兵误以为顺溜的狙击枪是赶破枪，在他眼里，好枪就得锃光瓦亮，用破布包着的肯定是烂货。而顺溜那句“你懂个屁”是既好笑又心酸，自己视若珍宝的武器，在别人眼里却一文不值。你说他能不着急吗？我这包的是为了不让他进尘土，哪你们那些烂枪似的，那打过几个鬼子？这枪我还100多个鬼子。你就吹吧，我们全师连一个鬼子都没打过，你们还打那么多，你也太能吹了。好家伙，堂堂一个国军王牌师，竟然连一个鬼子都没打过，这种反差简直把两支部队的本质区别暴露无遗啊！但眼见打鬼子比不过国军小兵，便想从别的方面找回场子。看你个，哎，你们新四军有那白面模式吗？那有红烧肉吃吗？那多了，我们天天吃，顿顿上，不但有红烧肉，还有白面馍，还日本牛肉罐头，这你都没吃过。还有日本牛肉罐头吃啊！这下好了，彻底比不过了。他还以为新四军过得苦哈哈的，可没想到顺溜张口就吹，天天红烧肉，顿顿白面馍。好家伙，这还真是有什么样的司令就有什么样的兵啊！顺溜这吹牛的功夫，竟然也深得陈大雷的真传啊！但顺溜为啥要这么说呢？就是要争口气啊！你越觉得我不行，我越要装得比你强。最绝的是国军小兵的反应，居然信以为真了，还自行脑补顺溜的牛肉罐头肯定是缴获的。这个细节简直把两军的认知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家伙
是真辣不对，假辣那行。酒足饭饱后，国军参谋长饭都没吃，赶出了最新的作战方案，总算是得到了陈大雷的认可。